这次中美两国元首通话，我发现中德两国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中方报道比较全面，对习主席及特朗普的通话内容都做了详细报道，而德国媒体貌似出自一个版本，主要强调 TikTok 的归属问题，以及两国元首将在阿佩克期间在南朝鲜见面，以及按特朗普的说法，他将在明年早些时候访华。特朗普继续说，习主席将在适当的时候访美。不过有一点德媒没有提到，但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自己说的，愿意与中方一道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吗？老美维护世界和平？你说搞笑不搞笑？估计是93阅兵那天，老特看了之后夜不能寐啊。看到中国那边亮出了那么多大杀器，再加上后来他肯定与五角大楼那些军官们交流了意见，估计被中国的高端武器彻底震撼到了。这说明中国阅兵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能让强盗断了念想。这就是兵法说的以歌止歌，以战止战。当然咱们也应该清楚，美国肯定是不甘心的，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也知道啊，特朗普这个人挺能糊弄人的，特别是对待盟友。大家一定还记得，就在上周，由于不满中印两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其实美国自己也这么做。他对欧盟说，如果你们对中国及印度加征50%到100%的关税，我们美国也跟进。好在目前为止没有哪个欧盟国家上套。才过了几天，你们看，按特朗普的说法，他很重视与中国的伟大关系。对于中方的报道，相信大家都看了相关内容，在此就不重复了。咱们现在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特朗普拟在南朝鲜会晤习近平，据称 TikTok 交易已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双方具体规划了2场会晤。据特朗普称，双方已就短视频平台 TikTok 出售事宜达成了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于今年秋天在南朝鲜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阿佩克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理社交上表示，在本周五与习近平的通话中，双方还约定他将于明年年初访华。此外，习近平也将在适当的时机访问美国。特朗普未透露具体细节。接下来这段也是他在真理社交上自己发的推文，我们跳过，继续往下。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已与习近平多次会晤，两国领导人曾于2019年在日本大阪举行面对面会谈。2017年，习近平更曾亲赴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访问。特朗普宣布 TikTok 交易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后，宣布就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未来达成协议。他批准了 TikTok 交易。特朗普周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 TikTok 交易进展良好。他补充说，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投资者已准备就绪。美国政府本周初曾表示，已就 TikTok 在美运营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与中国建立了 TikTok 交易框架。此次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标志着双方最终确认了该项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防止中国对应用程序施加影响。他重申此前立场，即应由美国投资者接管 TikTok 在美业务。《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政府将通过此次交易从这些投资者处获得数十亿美元款项。当被问及此事时，特朗普表示，具体金额尚未最终敲定，但我们肯定会有所收获。在美国，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被视为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则反驳称，其60%股权由国际投资者持有，且该公司注册地为开曼群岛，但由于总部位于北京，字节跳动仍需遵守诸多中国法规。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
美国甲骨文公司以及银湖资本等多家美国投资机构将持有 TikTok 新成立的美国子公司80%股份，其余股份将由中方股东保留。根据美国 CNBC 电视台消息，由特朗普支持者拉里·埃里森创立的软件公司甲骨文将继续担任 TikTok 在美国的技术服务商。这意味着又一家在线平台将受到亲特朗普政治阵营企业家的资金影响。字节跳动总部位于北京，因此该应用在美的命运数月来悬而未解。根据去年通过的美国法律，字节跳动本应在2015年1月19日前出售 TikTok， 否则该应用将在美国下架。但特朗普就在今年1月就职时额外宽限了期限，并后续多次延长延期，此举缺乏法律根据。据此前数据 ，TikTok 在美拥有超过 1.7 亿用户。除 TikTok 外，特朗普表示，在贸易、芬太尼管控及结束俄乌战争等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这次通话非常成功，我们将再次进行电话沟通。特朗普如是说。中国方面表态，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通话中批评了美方的贸易限制措施。他表示，美方应避免单边贸易限制，以免影响双方磋商已取得的成果。此次通话被形容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中美代表本周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自春季关税争端升级以来的第4轮谈判。亚太经合组织阿佩克由21个成员经济体组成，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南朝鲜、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组织年度峰会期间，各成员国领导人将商讨经济挑战与合作事宜。本届为期2天的阿佩克峰会将于10月31日开幕。好，各位，咱们看看网民评论吧。第一条评论：他在普京面前就怂了一回，现在又怂一回。继续往下，这张照片也太那个了。这里指本报道最上面用的那张照片。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习近平与自恋的特朗普，后者以反复无常的方式享受着经济军事霸权，尤其乐见那些智力优于他的人因恐惧更大混乱而向他屈服，而这种混乱迟早会反噬我们。我不认为特朗普能拥有相当实力，且在所有谈判领域都优于他的国家领导人那里占得便宜。更狡猾的习近平从不纠缠表面议题，只在特朗普的感知阈值外，远离其最大关注范围时暗中布局，用这张无形之网令特朗普窒息。再往下，北京让华盛顿干着急，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未达成明确成果，此次通话被寄予厚望。观察人士曾期待能结束贸易战，并促成两国元首早日会晤。但尽管美国明显阻挠对台军售，目前看来，中美两国关系尚未发展到那一步。特朗普第2次背弃安全承诺，为何？他正精心雕琢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梦，为个人荣耀不惜背叛一切。德国竟有人视其为救世主，实在匪夷所思。下一则，对习近平而言，特朗普简直是天赐良机。与历任总统不同，这是个可以操纵的无害蠢材，根本觉察不到中国的威胁。习近平深知特朗普不在乎盟友伙伴，正好能从容准备入侵台湾，最好还能借北朝鲜攻击南朝鲜来声东击西。特朗普早该明白，美国对太平洋国家的安全承诺不仅保护美国利益，更能防止战争。美韩、美日、美菲都有共同防御条约，而对台湾，至少至今，美国从未表态不会干预。正是这些承诺维系着地区和平，这道理该塞进特朗普的猪脑袋了。继续往下，欧盟可真是完全出局了，什么事都沾不上边。再往下，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曾想要封禁 TikTok， 如今却成为该平台拥护者。这种态度转变有个简单解释：当前数字领域恐怕没有其他平台比 TikTok 更具文化影响力。据公司数据显示
超过10亿用户定期使用该应用，浏览短视频或上传自制内容，美国用户尤其活跃。而特朗普恰是美国史上最痴迷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他整个虚假新闻总统人设都建构于此。通过 TikTok， 他能将虚假信息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实际上成了他的洗脑传媒工具，宛如黑暗年代的国民收音机。下一则，我称之为务实主义与外交手腕，没毛病。至于欧盟与德国那种想要教训全世界的姿态落得什么下场，我几乎每天都能在新闻里看到。接着我们看看德国《时代报》上这条报道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这样 MAGA 阵营就能更直接地渗透年轻一代了。特朗普家族肯定也捞到了不少好处，毕竟他早就把台湾给卖了。独裁者之间总是心照不宣的。德国知识点评：德国人真能给别人扣帽子呀！特朗普现在也成了独裁者了。继续往下，这根本是条零价值的新闻，平白浪费碳排放。其实半数特朗普新闻都该冠上这个标题。美国总统对细节始终含糊其辞，毕竟他的那些什么协议啊、合同里面十有八九根本不存在具体细节。再往下，根本达不成协议，因为特朗普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想要干什么。下一则，大清早就看到特朗普的荒唐事，真是够受的。最后看看德国电视2台在油管频道上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欧洲在数字媒体领域已经落后了，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继续往下，德国主流媒体的宣传力量急需改革，必须通过立法终止广播电视费这种强制剥削。再往下，德国电视2台简直毫无用处，必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毫无节制地践踏媒体国家条约。至于所谓专家，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再往下，德国人教的强制广播电视费就养这种垃圾内容，笑死人。下一则，难道不是因为审查谎言媒体和间谍行为，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才从脸书转向推特 X 吗？当时有报道说脸书删除了90%特朗普视频吗？而他依然以更大优势当选美国总统。你们这些媒体现在简直在丢人现眼。继续往下，民主是好事，但当所有社交媒体都归一个国家所有时，就有点危险了。这样某个国家就能操纵全球舆论。再往下，每次你们谈到宣传机器，我都觉得好笑，简直笑到肚子疼。你们明明才是最大的宣传机构，可惜你们被左绿思想荼毒，还特别嫉妒 TikTok 和油管上那些保守派替代频道，人家提供优质科普内容，不像你们只会搞洗脑。再往下，唯一有能力对抗欧盟和美国网络集中营的政党海盗党已被逐出欧盟议会。下一则，特朗普对 TikTok 唯一的兴趣就是最大化其宣传覆盖面，并封禁所有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继续往下， TikTok 交易正搞得起劲，殊不知爱沙尼亚已燃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为什么这么恨 TikTok？ 他们现在不也在搞包容政策吗？那个贝尔伯克，如果这真是他名字，现在不也掺和进来了吗？好的，各位，总体来说，德国媒体对此次中美两国元首通话关注度不是很大，德媒的重点几乎都放在 TikTok 上了，有点匪夷所思。从记者到政治阶层，现在好像欧洲都缺乏敏感性，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好的，欢迎各位参与讨论，咱们下期见。